18円です。店舗スマホの現在地はガラケーなん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信じがたい。事実です。もしもし、竹内です。お気遣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らすぐにご連絡いたしますので。はいはい、失礼いたします。どうも。看完了《孤独的美食家》2021除夕特别版，我再一次被日本的翻盖手机文化深深吸引了。你很难想象，作为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，日本国内依旧充斥着在我们看来似乎非常落后的产品——翻盖手机。尽管目前日本绝大多数的翻盖手机都已经进化为智能手机，但在国人眼里，这似乎与功能机也没什么不同。不过，其实国内用户喜欢日本翻盖手机的也不在少数。如果打开某海鲜平台搜索一番，你也许会大吃一惊。日系翻盖手机在国内原来如此受欢迎，即便是2、3年、4、5年前的手机，稍微追求点成色的二手翻盖手机都要1000元以上，特别配色甚至接近2000元。不过，如果成色有瑕疵，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，那么价格便非常可观。我此前便在海鲜平台上淘了一个二手夏普601SH 初音绿配色，仅花了258元。买家消息里说，他的手机是伊拉克成色。夏普601SH 不但支持4G 网络，连接 WiFi， 甚至能够使用 B 站、支付宝、搜狗输入法、QQ 等 APP。下面我们便来简单体验下这款翻盖手机，看看它在国内到底能不能用。夏普601SH 仅支持日本语和英文2种语言，右侧按键可以切换显示样式，左侧上方则拥有一个经典挂绳位，底部为老式 Micro USB 安卓接口，再往前一代是 Mini USB。如果你的家中还有这2款充电线的，可以弹幕扣个1。开盖后映入眼帘的是 3.4 英寸屏幕，不支持触控，但下方键盘在打开 APP 时支持触控，操作逻辑类似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。键盘底部包含3个快捷按键，可以自动设置常用 APP。目前国内常见的 APP 几乎都支持，安装方法我就不赘述了，可以查找其他 UP 主教学视频。综合体验下来，作为一款发布于2016年的翻盖手机，又因为是二手的原因，夏普602SH 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卡顿的。打开支付宝、B 站的速度有些略慢，每次操作需要停留等一会儿。但是支付宝、微信这些都是能正常使用的，就是慢。800像素后置镜头用来扫码支付还是够用的。我最爱的其实是清脆的2段转轴声。总结一下，夏普的601SH 目前仅适用于作为备用机，又或者用来借手机，不建议作为主力机型正常使用。至于海鲜平台上贵得离谱的标价，个人认为是由于信息差等原因引发的智商税。像我这样200多买来随便体验一下还好，如果你要花上1000多元甚至2000元买个成色新的电子垃圾，那就是脑袋真的被驴踢了。由此可见，在国内如非为了借手机，日系翻盖手机是无法作为主力机型来使用的。至于真正便宜好用的手机呢，可以上拼多多百亿补贴看看。价低质有选择多，拼多多7周年庆。现在打开拼多多搜索83003，点击头图或者直接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，就能领券，最低领370元券包。目前 Redmi Note 11 Pro 1400多，iQOO Neo 6 SE 1800多，比官网便宜400，华为 nova 10 2200多，比官网便宜400多，价格都很像。如果你不想买安卓，更有苹果13全系列比官网直降1000多 ，iPhone 14新品5499元起，全系列比官网最高直降1100元。除了手机，当然还有其他众多低价好物，7700多的联想9者 R9000P，2600多的茅台等等。我看了，真的啥都有，啥价格都贼香。而且所有百亿补贴商品承诺假1赔10，且有品质险双重保障。身边的小伙伴都在用，千万别错过这波拼多多7周年庆年度大促百亿补贴加码狂欢。好了，书归正题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都到了2022年了，日本人为何如此偏执，仍然喜欢使用翻盖智能手机？当然，就相对数量而言，喜欢翻盖手机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日本人。日本 ICT 市场调查咨询机构 总研公布的报告显示，2021年日本国内手机出货量为3662.9万台，其中智能手机为3385.1万台，占比 92.4%， 同比增长 3.3%。其中苹果出货量占据半壁江山，连续10年排名日本市场第一，随后分别为夏普、三星、索尼、FCNT 以及京瓷。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找到准确的数据，但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，目前日本市场以全面屏为主的大屏智能手机与世界一样都是主流。
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有一大批用户仍然坚持使用翻盖机，只是不同的是，如今的日本翻盖机几乎都搭载安卓操作系统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功能机版本了。至于一小部分日本人喜欢翻盖机的原因，可以简单概括以下4点：一是日本翻盖机在鼎盛时期拥有着非常不错的前瞻性，这让一部分老用户对于智能手机并不感冒。日本3G 时代开始于2000年，比中国整整早了8年。彼时的 NTT、Docomo 等老牌电信运营商便开始在功能机植入各种先进功能，比如车票预订、邮件收发、浏览新闻、查看天气、地铁 JR 信息、看电子书等等。这些功能虽然目前来看是非常简单的应用，但在当初的3G 初期却是非常前卫的。彼时的 iMode 专属按键让日本的功能机便早早的拥有了智能机的味道。用户按键进入后便可以实现上述功能，包括可以直接上网。早在2003年，日本的翻盖手机便可以连接 WiFi、扫描二维码了。正是基于以上先进属性，翻盖手机的降临可谓锦上添花。iMode 按键集合各种功能服务，搭配翻盖机的大屏和全尺寸的实体按键，满足时下日本人的各种需求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一些日本人如今之所以如此喜欢翻盖手机，也大多数源自曾经的使用习惯。他们曾经一度对智能手机嗤之以鼻，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智能手机。尽管如今的翻盖机已经是披着翻盖机外衣的安卓智能手机了。二则是日本老龄化严重，很多日本老年人依旧喜欢翻盖机的翻盖结构和实体按键，同时他们也并不需要当下智能手机丰富的功能应用。其实这部分与第一点有所重合。三则是私密性，日本人对于隐私是极其看重的，他们习惯在盒盖状态通过外屏浏览时间等一些与隐私无关的信息，并快速浏览信息和来电信息，以不被旁人关注到。但个人觉得这并非主要原因，只有极少数翻盖用户是基于此的。四则是翻盖智能机已经成为当下日本智能手机市场的一个独特符号，即使一些翻盖手机用户只是用其作为备用机。随着安卓系统入驻翻盖机，如今的日本翻盖机早已经不是曾经的功能机产品了。它既前卫又传统，保留着翻盖机实体按键的传统，也融入了智能手机的时尚血液。总而言之，传统翻盖手机已经成为日本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一种文化的包容，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正如日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。在我看来，翻盖手机对于国人而言，或许是一剂良药。不那么丰富智能的体验，能让我们短暂放下手机，回归曾经的正常生活。别人生活里有手机，而我们已经被手机绑架了。好了，今儿就聊这么多。喜欢本视频的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关注一波，也别忘了拼多多搜索83003，享受100亿补贴折扣福利。